空腔7分的电影，9分的表演。接下来这句话我想用广东话说，也欢迎两广地区的朋友提出发音指正。朱一龍，你真係好癲啊！大家不要误会，7分这个电影对于当下的国产商业片来说真的不算低了，而且它也代表了现在处于中国电影圈中坚力量的80后这代导演对于商业片驾驭的一个保底的分数。这一代80后导演真的是越来越有能力去知道如何把一个商业片拍的让观众坐得住、看得进去，并且从电影院走出来不会骂娘。故事的背景设定在1994年的香港，这是一个极具魔幻的年份。回归倒计时的前几年，它属于一个权力真空期的阶段，各方势力盘踞，明争暗斗，暗流汹涌，楼市股市的蓬勃，经济极度繁华。这是一个繁华与堕落交织、迷人又危险的香港。韩延作为80后的内地导演，他在这个电影当中投射了自己关于那个时代香港的一切幻想。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就像电影当中演的一样，好像真的能从天上撒钱下来，到处都是机会。所以大量的内地人涌到香港去捞金，也包括电影当中的万梓强。影片在视听方面的表现是相对成熟的，叙事推进干净利落，剪辑快速流畅，然后大量的蒙太奇、光影、环境、人物等等的调度，氛围的烘托，包括 BGM 的运用，它都是在线的。但与此同时，短板也比较突出，它在这个香港的视觉符号的堆叠上面是有点过于满了。就比如说它的 BGM 的运用，从一开始刘德华的开心马溜，到张学友的饿狼传说，再到我哋呢班打工仔，这些等等的音乐，都是我们内地人脑子当中非常鲜明的这种香港的符号。但如果从头到尾都堆叠太满，没有留白，没有克制的话，听觉上会显得很疲惫。同样视觉上其实也有这个方面的问题，还是给人一种太刻意的去告诉观众这就是香港的感觉。但是比起这些，我认为最大的遗憾还是在主角万梓强的这个人物刻画上。我开头说了，朱一龙对这个角色的诠释是可以给到9分的。很多人说他是炫技式的表演，但我觉得除了炫技式，他简直是可以用骇人和惊悚来形容。这个惊悚并不是说他演这个角色有多吓人，是因为他用他的演技把观众的注意力牢牢地锁在了他这张脸和这个人物身上。可以说整部戏是被这个角色一路带飞的。他饰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极致癫狂的野心家，一个充满野性和原始生命力的人，是一个完全不受规训，时刻游走在危险边缘，时刻都可以把自己的命放到牌桌上作为赌注的一个赌徒。在他的价值序列里，他宁可死也不愿意穷。电影当中有3场戏是可以封神的。第一场戏就是开场不到10分钟的时候，那经典的朝自己开5枪的镜头，这也是奠定了他日后觉得自己可以一路幸运，可以人定胜天的一个信念的开始。然后这场戏就真的很炸裂啊！你能看到在大荧幕里面他的那张脸好像每一个毛细孔都在震颤，但是把自己的生命放到生死边缘等待审判的那种极致的恐惧，是真正生理上的恐惧。第二场戏是他跟梁家辉的那场对手戏，全程没有激烈的肢体冲突，两个人靠眼神，靠你来我往的对白，然后细致入微的神态和微表情来极限的拉扯。还有就是他受尽折磨之后穿上西装，身上还绑着炸药包，在众人面前跳舞的那段戏，导演给他做了一大段的 slow motion 一个慢镜头。看这段戏的时候，你很难不去联想到希斯莱杰或者是小丑这个角色，不管他借鉴的是哪一个版本的小丑，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有深度的去研究过这段表演的。但是惊喜的是，在你看他的表演，你并不觉得他是简单的去模仿或者致敬，他在里面是有自己非常多的理解和再度创作的，能让你感受到这个人物多维度的这种丰富的层次，很细腻的层次。他演了一个极致封闭的反派，可是在那一刻你没有办法对他产生一点一点的恨，你反而是想更加的靠近他，想去更多了解他。这就是我说这部电影在人物刻画上我其实不太满意的点，是朱一龙的表演让我非常想要知道这个人的来时路，他的行为动机是什么，他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他。但与此同时，这个电影又给了这个角色非常好的一个细节，就是咬过滤嘴的这个动作。电影当中他每次抽烟都会先把过滤嘴咬掉，他不要这个过滤嘴，他只要直接接触到最有害的烟草。这个动作在全片当中出现了5次以上，因为过滤嘴它代表了一种缓冲和保护，而他咬掉过滤嘴这个动作代表的他主动舍弃了这份安全，他随时能把自己置于险境，不计代价，哪怕这个代价是生命啊！所以当一个人做事情的时候是完全不计后果，哪怕这个后果是性命都不顾的时候，这个人是没有软肋的。这个是让人觉得这个角色最可怕的地方。而过滤嘴在这个电影当中，它也代表着一种精致体面的上流社会。万梓强要撕掉这份伪装，他追求的是骨子里的那种原始的粗粝感，不受规训和束缚，他的内心就是一个没有秩序的亡命之徒。这个人物应该是足够有魅力、足够饱满和立体的。
但是这个电影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除了人物动机的不足之外，在一些情节的设置上，比如说一开始他前2个案子，其实完全可以用更多的细节去展现这个人除了疯批、除了癫狂之外，脑子里面的这种极致的高超的智商。因为在后面他作案的时候，你能发现他是极其聪明的一个人。前面大半段把力气花在了他如何疯批上，但是没有过多的展现，其实他疯批之余他是有脑子的，前期的铺垫还是有点不够。但总的来说，正如我开头说的，空腔它是一部品质保底的商业片，我给到7分，可能别人还会比我给的分数更高，就每个人的观感不一样，但朱一龙的表现是毋庸置疑的优秀。然后空腔也作为我今年这个暑期档最后一部电影，那目前来讲今年我看过的7部暑期档没有一部是踩雷的，之后我可能也会出一个关于今年暑期档的观影报告。最近空腔热映，很多人又把朱一龙像谁谁谁的这个梗拿出来说，我也刷到过很多次。当然说的像的最多的就是梁朝伟。单看这张照片的话，他俩的眼睛确实是有一点点的相似之处，就是那种有一点点的偏圆，然后眼尾有点微微下坠，看起来非常无辜，像狗狗一样哈。我相信也不止一个人说朱一龙像狗狗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他俩的气质完全不是一个路子，而且我也不太喜欢把一个演员拿来跟另一个演员类比的，因为当你说一个后辈像一个前辈的时候，那么前提一定是把这个前辈放在了一个相对神话的位置上。其实曾几何时，我也跟网上很多的人一样，对梁朝伟在影坛的地位有一种迷之笃信，你也可以说是一种迷信，就像曾几何时我对王家卫的迷信一样。但是可能现在年纪大了，逐渐对这些人开始一一的祛魅了，所以用现在这个眼光和这个时代的语境再回过头去看这些人，不外乎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我不觉得他是所谓的某一种标杆，或者谁像他就好像对那个人是一种肯定。单从长相上来看，他们两个人的长相是完全不像的。梁朝伟的眼睛是有一点钝的，他的眼神是钝的，总给人一种藏着很多事儿，没有特别外放攻击性的感觉。但朱一龙的眼神是更利的，更外放，更有攻击性的，包括他五官的其他部位，综合上来看，他是一个有复合性气质的人。他的这种复合性体现在他既可以很深情、很破碎、很忧郁，但同时他也可以把一个反派的那种阴狠毒辣，还有那种不可控饰演的让人脊背发凉。对，就是这个词，不可控。所以为什么这一次他饰演的万梓强这么的出位，恰恰是因为他身上的这种复合性的气质。这个角色几乎是全方位的展现了朱一龙身上这种极具戏剧性的张力，自卑、破碎、无辜、偏执、自负、阴狠、狡黠，还有癫狂。我在看空腔的时候，脑子里面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还有谁能够来演万梓强这个角色？带着这个问题，大家可以一起在评论区讨论一下，集思广益。在我看来，内地的男演员有一个通病，尤其是从流量体系出来的，他们大多都有一种正派包袱，就是他们太需要讨喜这件事儿了。而演反派呢，是需要有被讨厌的勇气的，因为演反派需要让观众暂时的讨厌你，甚至憎恨你，就像朱一龙之前演的《消失的她》里面那个角色一样。但是放眼望去，内地的很多男演员，他们都比较偏爱饰演那种很万全的角色，不一定完美，但一定是在某一个方面非常突出的好的那种。所以我觉得朱一龙让我眼前一亮的点，恰恰在于他的这种稀缺性，是他敢接反派，并且能够把反派演得立得住。而且难得的是，他演反派，他不是演那种脸谱化的坏人。他演《消失的她》里边的那个何非，最后躺在床上痛哭流涕的那场戏，很多的观众都会被他那一刻展现出来的脆弱带走了。他演空腔，最后大结局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人内心真实的想法都希望他能够再赢一次。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一共就在电影院里面看过朱一龙的2部戏，就是《消失的她》和空腔，都是反派。所以在我心里面，他演反派的这个标签是更大的。但对我来说也正因如此，他这个演员显得更加特别，因为我特别不喜欢无聊和重复，而他接的角色打破了那种大家都往好人堆里扎的这种无聊感。谁都知道在内地演反派是拿不了影帝的，但是有人愿意把塑造角色和成就作品放在第一位，这个就是很难得的。华语电影从来不缺有流量的演员，不缺有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也不缺有演技的演员，但缺的是有流量、有号召力、有演技，但同时也有选择自主权，并且拥有被讨厌的勇气的演员。这是一种极致的自信和清醒。演坏人的难点就在于你想让他立得住，让观众能够接受这个人，他坏的逻辑、坏的情感、坏的脆弱，都要让观众能够深度共情，演的不能飘，也不能假。所以当他接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他一定是对自己有充分的自信的。我查了一下，朱一龙是4月16号白羊座，
那没错了，我们火象星座就是这样，敢冒险，只会把自己想干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其他的因素都靠边站。那有意思的是，当一个人拥有被讨厌的勇气的时候，这个人反而让人更加喜欢，因为当他放下了对维护个人形象这个执念，完全剥离自我，全情投入在角色这种不顾一切的状态，本身就是一种人格魅力。所以别再说谁谁谁像谁谁谁了，这个对两个演员都不公平。上一条视频我说给他在宫腔里的表现打9分，扣掉的那1分是我对他下一个角色的期待，因为我一直相信水满则溢，我希望他一直都保持空掉那1分的状态，那这也说明他会一直不断的去解锁新的惊喜。希望他的粉丝不要来骂我，但我真的是希望朱一龙多演反派，因为看多了好人真的太无聊了。